能倒！林小满，你给我让开！三叔，这一缸水冲下去，柳湾村今年翻身的机会就没了。翻身？这味儿都飘到镇上了，再不倒，柳湾老米粉的招牌就砸了。这不是臭，是酸笋发酵香，发好了，它就是螺蛳粉的魂。文儿，我看是要命，这味儿谁敢买？再放几天，镇上要是来查，咱们咋办？你在城里念了几年书，就敢回来拿全村人的酸笋做梦？我学的就是食品，酸度、盐度、温度，只要控住，这批酸笋就能做成袋装螺蛳粉。袋装检测不要钱，包装不要钱，渠道不要钱，卖不出去，你替全村还啊！就是，我们家阿良刚借钱买了米粉机，你别拉他赔进去。嫂子，小满姐不是瞎闹，城里年轻人现在真爱吃螺蛳粉，夜市都排队买。排队能当饭吃吗？卖不出去，谁替咱们还钱？三叔，还是按老规矩吧，这批酸笋我收，价格低点，但今天就给现钱。现钱？货上车，钱到手，你们睡得踏实。你低价收走，再传手卖给城里的螺蛳粉厂。黄老板，你这不是帮忙，是压价。小姑娘，说话别这么冲，你们没渠道，我替你们消化，这是好事。好事不会一年比一年收的低。够了，黄老板至少能给钱，你能给什么？我给柳湾村一条新路。酸笋不散卖，米粉不贱卖，酸笋包、米粉包、汤料包、辣油包，做成柳湾自己的螺蛳粉。这图还真像城里卖的。图画的再好，也不能当饭吃。所以我不让全村跟我赌，30缸酸笋，25缸按三叔的老办法卖，我只要5缸。5缸也值钱。这5缸我按黄老板的收购价先垫钱，试验失败算我的。小满姐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2年工资全带回来了。检测不过呢，我停；卖不出去呢，我赔。要是砸了柳湾老米粉的招牌呢？那我亲手把招牌擦干净，再重新扛起来。哼，5缸酸笋换一场梦。林小满，希望你醒得别太难看。黄老板，做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辈子只等别人开价。最里面5缸留下，剩下25缸装车。从今天开始，柳湾村的酸笋不再让别人说了算。小满姐，这风扇还能用，就是声音大点。能通风就行，先把味道排出去。这味儿你还说香，我闻着脑门都疼。味儿冲不代表不能卖，关键是要稳定，要干净，要能检测。检测，城里人就心直，做吃的鼻子和舌头也要算数。所以三叔不能走。你又打什么主意？这5缸酸笋，您帮我看底味，我负责标准，您负责老味道。少给我戴高帽，我只盯着你别胡来。哼，行，您盯着，我更放心。一口缸还要写名字？不是名字，是批次。以后这口缸什么时候开，鲜度多少，盐度多少，都要能查到。那是不是出了问题也能查到是哪一缸？对，能查才敢卖，敢负责才有品牌。1号缸底味厚，能用。2号缸酸劲儿上来了，但脆度还差2天。3号缸偏咸，3号缸偏咸，后面单独测盐度。做吃的别怕麻烦，人吃到嘴里的东西不能糊弄。我记住了。你说能卖钱，到底能卖多少？散卖酸笋1斤只能赚几毛，做成1包螺蛳粉能带动米粉、酸笋、辣油、腐竹、包装、人工一起赚钱。说的好听，那也得有人买。所以第一批不做，只做试吃装，先去城里青年夜市试卖。夜市我熟，我以前送外卖，那边年轻人多，晚上买粉买烧烤的人排长队。你还高兴？赔了你睡夜市去。嫂子，我觉得这回能成。阿良很久没这么有劲头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5缸酸笋不是废物，也不是笑话，他们是柳湾村的第一批种子。三叔，还是您办事稳。酸笋这东西越放越悬，早出手早安心。
按早上说的价。早上是早上，下午这味儿更冲了，运输也麻烦，价得往下压一压。你早上不是说好了，咋又压价？嫂子，市场就是这样，你们要是不卖，我也不强收。三叔，这价也太低了。可不卖给他，还能卖给谁？是啊，不卖他，我们连1毛钱都拿不到。三叔，您是明白人，钱少点儿，总比烂在缸里强。就这点儿，有总比没有强。大学生，你现在看见了吧？做生意不是靠热血，渠道在谁手里，价格就在谁手里。所以柳湾村才更不能只靠你。武冈酸笋能翻天？翻不翻天，要等开缸那天才知道。行，我等着。守了一辈子老规矩，还是让人牵着鼻子走。你刚才说试验失败算你的，不是嘴上说说吧？这是我2年工资，这是预算表，店付款、检测费、包装打样、夜市试卖，每一笔都写清楚。你真把钱都带回来了？小满姐，你这是把后路都压上了。不是压后路，是给柳湾村试前路。你第一步准备干什么？第一，5口缸全部建批次。第二，每天记录温度和酸度。第3，取样送检。第4，合格后再做试吃装。不合格呢？不做食品，宁可亏钱，也不能把不合格的东西卖出去。1号缸能用，3号缸要小心，盐过了味儿就死了。3号缸重点跟踪。那我干啥？你今晚把发酵房打扫干净，明天去镇上买食品制手套、口罩、密封袋，还有消毒用品。行。行什么行？钱谁出？我出。阿良按天算工钱。还算工钱啊？嫂子，我请阿良钻事就该给工钱，以后合作社真做起来，每个人的活都要算清楚。合作社？这5缸如果成了，柳湾村就不能再散着干，酸笋、米粉、辣油、腐竹都要统一标准、统一品牌、统一卖。统一？老手艺可不是几张表就能管住的。所以我说，如果成了，三叔要当第一道关。谁答应你了？您会答应的。小满姐，我跟你干！你少喊口号，先把地扫了。扫就扫。小满姐，明天真去买东西？明天一早就去，东西买回来，后天开始取样。检测要几天？快的话3天，慢的话5天。阿良整理夜市名单，嫂子帮我算米粉成本，三叔帮我定基础汤位。我可没说要帮你。嫂子，你最会算账，哪一项费钱，哪一项能省，你比我清楚。你连他都安排上了，要做成事，不能只靠我一个人。这话还比较能听。这块牌子是我师傅留下的，那时候柳湾米粉在镇上排第1，谁家办席都来订我们的粉。后来机器多了，外地粉便宜了，咱们的粉就越来越卖不上价。林小满，我不是怕你出风头，我是怕你把最后这点老底子也折腾没了。三叔，我知道，可老底子不是只能藏着，藏久了会发霉，拿出来擦干净，按新规矩做好，它还能救人。嘴皮子倒是利索，我不靠嘴皮子。3天后看检测。这勺子跟了我20年，开缸的时候用它，别让味道跑偏。我会守住。守不住，我第一个把缸倒了。不会给您这个机会。小满姐，三叔这是信你了吧？信啥信？5缸酸笋还没变成钱呢。会变的。5缸酸子只是开始，检测、包装、试卖、渠道，每一步都是坎。可今天我至少把第一步抢回来了。第一步，先让这5缸酸子活下来。小满姐，东西都买回来了。镇上老板还问我是不是要开厂，现在还不是厂，先把小试验做好。我刚从村口回来，好多人都在说咱们这5缸酸笋。说什么？说你拿工资买笑话，还说这5缸酸笋早晚也得卖给黄德吉。让他们说，酸笋发酵不听闲话。我不是来帮你，阿良一早没吃饭，我给他送点粉。嫂子你真好。洗手，戴手套。你昨天不是听他说了吗？做吃的要干净。你别笑，我是怕你们把东西弄脏，到时候赔得更狠。
嫂子说的对，干净是第一步。东西倒是摆得像样，味道要是不对，摆金子都没用。所以今天先请三叔看味。今天好像没昨天那么冲。不是没那么冲，是酸味沉下去了。1号缸酸味下沉，底味稳定。2号缸在等，现在开，脆是脆，香不够。1号缸延后，延后一天不就是多一天风险？对食品来说，赶早不一定赚钱，稳定才赚钱。黄老板，昨天那价真不能再高点儿。我也想高，可酸死这东西味儿重，压车，卖相还不好，你们得体谅我。那林小满那5缸要是真做成螺蛳粉呢？做成？你以为袋装螺蛳粉是拌一碗粉那么简单？不是把酸笋、米粉料包一装就行？检测、包装、保质期、退货、渠道投诉，哪一步出事赔的都不是5缸酸笋。小姑娘有热血是好事，可热血不能当经验。你们看着吧，5天之内她就得来找我。那5缸要是真坏了，三叔不得气坏？坏的不只是酸笋，是柳湾老米粉的名声。喷手套，喷瓶口，别碰里面。明白。手稳点儿，别毛手毛脚。嫂子，我知道。这阵仗比镇上诊所打针还细，还真不像瞎搞。 4号缸先别动。为什么？这缸表面味轻，底下味儿还没醒，现在取不准。4号暂缓，听三叔的。小满，这取了样，真能查出能不能吃？能查基础指标，合不合格不能靠闻，也不能靠猜。那要是不合格呢？不合格就不卖。那钱呢？我亏。拿着，路上别撒了样，也别把自己晒晕。嫂子，你这是支持我了？切，我支持个啥？我是怕你笨手笨脚，害人赔钱。嫂子，晚上麻烦你帮我算一下米粉成本、干粉、湿粉、人工、水电都分开算。我算？你会过日子，成本这块你最清楚。我只帮你算1次，算错了别怪我。不会怪，算清楚就是帮大忙。小满姐，咱们这次一定要过。不是一定要过，是合格才过，不合格就改。对，不能糊弄。三叔，小满把样送走了。检测这东西可不简单，万一查出点什么，村里的脸面就不好看了。要我说，趁现在还没出结果，把那5缸也卖给我，价格嘛，我可以按昨天的价收。昨天那价也不高啊，不高，但稳比什么都强。三叔，要不问问小满5缸已经给他了，他没说停，谁也不能动。三叔，你这是信他了？我信不信不重要，规矩定了就按规矩来。行，那我也等结果。不过三叔，丑话说前头，等检测不过，他那5缸酸稳，我可未必还收。不劳你操心。干粉、湿粉、人工、水电，我都算了，你自己看。嫂子，这表比我想的还细，我过日子就靠算，不像你们年轻人，张口就是品牌，品牌也要靠算，不会算账做不长。样送到了，那边说3到5天出结果。这3到5天别闲着，不闲着，明天开始试汤底。汤底是命，螺蛳粉没有好汤，酸笋再好也白搭。所以基础汤味，三叔定。那时候我也怕1勺盐重了，怕1碗汤淡了，怕一个老招牌坏在自己手里。他不是让我让路，是让我继续站在这条路上。我只定位，卖不卖得出去是你的事。成交。赌工资呢？阿良跟着胡闹，春梅嫂迟早后悔。三叔老糊涂了。小满姐，等结果出来，咱们就让他们看看。先别吹，结果没出来，谁都别高兴太早。他说的对，做吃的急不得。那就不急，一步一步来。
还没赢，但至少我们开始按自己的规矩往前走。今天不等检测结果，先试汤底。小满姐，今天是不是能煮粉了？煮可以，别浪费。我昨晚刚算过，米粉成本也不低，所以每一碗都要记录，用了多少粉、多少汤、多少酸笋都写清楚。要试汤就别拿花架子糊弄。螺蛳粉的汤，第一口要鲜，第二口要厚，第3天才轮到酸笋出味儿。第一口鲜，第二口厚，第3口酸笋出味。别光写，嘴要会尝。今天三叔定位，我负责把味道变成标准。三叔，汤底真有这么讲究？米粉好不好，一半在粉，一半在汤。汤薄了，酸笋再香也压不住。那要是汤料太贵，卖一包亏一包也白搭。所以嫂子今天帮我盯成本，味道要好，账也要过得去。我先说好，哪样贵的离谱，我肯定要砍，该砍就砍。酸笋焯太过，魂儿就没了。不是去味，是去杂味，保留酸香，打住冲味。年轻人就爱折腾，折腾不好，三叔直接否。先别急着夸，哪碗卖钱，哪碗才算本事。这2碗看着都香。三叔先尝。三叔咋样？酸味干净了，酸味干净，汤也稳了，第一口不呛人，入口不冲，但老味少了。那是不是不行？少在哪里？少一点锅气，也少一点回甘。你这碗适合第一次吃的人，可柳湾人吃会觉得不够劲儿。那就分2版，试吃版入口干净，经典版保留老味。 2版，那包装、料包成本不都变多？现在不量产，只做试吃，先看年轻人选哪一版。我去夜市找人试吃，结果还没出，你急啥？嫂子说的对，检测没出，不能对外卖，但内部试味可以做。这汤味道真可以了。今天这味儿好像不一样，像煮粉了。煮一锅粉谁不会？真要卖到城里才知道难。可这味儿确实比昨天顺鼻子。顺鼻子有什么用？食品检测不过，连村口都出不了。你们记住，做生意靠的是渠道。他林小缓再会煮粉，没渠道也只能在村里自己吃。谁说只能自己吃？内部试味，谁敢来？今天只试味，不售卖，每人2小碗。吃完说真实感受，说好话没用，太酸、太淡、太辣都要讲。先尝经典老味，再尝新试吃版。这味儿正，就是咱们老味儿。这个不冲，酸味也有，吃完嘴里还挺舒服。老味儿够劲，新味儿干净，不够辣，米粉还可以再劲道点。三叔，你看，大家都爱吃，爱吃还不够，吃完还想买才算。所以这只是第一步。黄老板，你也尝尝。味道嘛，也就那样。村里人觉得新鲜，城里人可挑得很。所以我们会拿去城里试。你有摊位，有许可，有人流，还是有老板给你撑腰？我有产品，有检测，有试吃名单，剩下的一步一步谈。年轻人别太自信，渠道门槛比你想的高。门槛高就一脚一脚迈过去，总比跪在门外等别人开价强。他们开始想听下一步了，这就够了。今天大家都吃完了，1碗都没剩。没剩不代表能卖，白吃的东西谁不吃？嫂子说的对，下一步要做付费试吃。付费？村里人会买吗？不在村里卖，等检测合格，去城里青年夜市。 2版都带，经典老味带，清爽试吃版也带。你觉得城里年轻人会喜欢哪一版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才要试。我们不能替顾客做决定，要让他们自己选。这碗粉有点意思。等报告出来，
咱们就把这碗粉端到城里去。我以前总觉得柳湾的味儿就该按老方子守着，今天我才发现，老味儿不是只能放在老碗里，换个碗也许还能活。三叔，老味儿不该被淘汰，它只是需要一个新出口。别以为我夸你，今天这2碗还有问题。您说，经典版太厚，袋装后可能发闷，新味复水后要测，不然到城里一泡就断。经典版降一点厚度，新味版加强酸香，米粉复水单独测试。你们这哪里是煮粉，跟打仗一样。做品牌本来就是一场硬仗，那咱们一定能赢。少喊赢，先把米粉泡不断再说。小满姐，咋还不出来？不会真有问题吧？等结果，没出来之前不乱猜。同志，结果咋样？柳湾酸寸001、002、003、005，基础指标合格。004号样品暂缓检测，送院状态标注为未成熟。你们没有强行送检，这一点处理的对。谢谢。过了，小满姐，真过了。回村，开工。回村。今天谁再说咱们是笑话，我第一个把报告拍到桌上。不吵架，报告不是拿来打人的，是拿来做事的。我知道，就是高兴。这几张纸不只是合格，也是柳湾村第一次没有靠嘴说话。真合格了。合格？这上面写着合格。这4缸能用，能做第一批试吃装。做多少？一包多少钱？亏不亏？第一批只做200包，经典老味100包，清爽试吃版100包。今晚去城里青年夜市。我来装米粉。你洗手了吗？口罩呢？手套呢？看我干啥？做吃的不得干净？嫂子说的对，今天他管卫生和成本。我管？你管。谁不戴手套，不许碰东西。给我听见没？手套、口罩，少一样都不准动。这就像点样子了。这只是开始。小满姐，咱们柳湾村自己的第一包螺蛳粉。别高兴早了，人家肯掏钱买，才算过第一关。那今晚就去闯第一关。经典老味100，清爽试吃100，少一包都不行。检查完数量，装车，天黑前进城。小满姐，好多人。人多也不一定买，摊位费可交了，卖不出去就亏。所以今晚不能站着，要试吃，要讲清楚。你就是上午打电话的小林？对，柳湾村来的，酸笋检测合格，这是报告。报告我看，味道还得客人看。今晚给你2个小时，卖得动周末继续来，卖不动明天摊位我给别人。2个小时够了，有胆子那就开火。螺蛳粉，夜市还有这个？柳湾酸笋螺蛳粉，今晚试吃，有经典老味和清爽版。先尝经典的，够味儿。这味儿可以啊，不冲，但是很上头。这个适合上班带，味道没那么炸，但酸笋还在。还真卖得动。柳湾村真有酸笋发酵房？有，酸笋米粉都是村里做的，每一批会做记录，检测合格才卖。有检测就放心，比那种3、5小作坊强。3、5小作坊，我们不是3、5，你看报告贴着呢，手套也戴着呢。嫂子你好认真啊，那我再带2包给室友。带可以，别放太久，回去按说明煮。哟，还挺热闹。黄老板，
你来干啥？我来看看大学生的生意，别卖得太开心。夜市试吃和长期供货可是两回事。所以今晚只验证第一件事：年轻人愿不愿意花钱买柳湾味？经典3包，清爽2包，收款2包到账。小林，别以为卖出200包就能绕开老渠道，以后你要做大还是得找我。可以合作，但不能压价。你还想跟我谈条件？不是我想谈条件，是柳湾村从今天开始有了选择。小林，周末给我备500包，经典300，清爽200，摊位给你留。周姐，500包要提前预定，我们现在小批量做，不能乱承诺。我就喜欢你这句，能供多少说多少，别吹。那先300包，周6到。可以，300包，周6上午送到。也是小单而已，别高兴太早。小单也是我们自己谈来的，不是被谁赏的。小满姐，她急了。别管她，先把今晚最后1包卖完。今晚不是终点，可从这一单开始，柳湾村有了自己的路。全卖完了，1包没剩。城里人真买，不光买，还扫码催着买，我手都计酸了。今晚试卖200包，全部售完。周姐追加周末订单300包。25缸酸笋卖的钱，还没你这200包动静大。早知道那25缸不该那么急着卖。小满，那咱们后面还能做吗？能，但不能乱做。对，谁不戴手套谁别碰，谁乱省材料谁也别碰。300包，时间紧，味道不能乱，卫生不能松。明天开始，三叔订汤底，嫂子管卫生和成本，阿良负责采购和送货，我负责批次、包装和订单。行，我今晚就把成本重新算一遍。老味道真换了个活路。今晚能卖完，不代表我们成了，只能说明柳湾味有人要。200包订单这才是第一考验。从明天开始，谁想继续做，就按规矩来。柳湾螺蛳粉不能靠一碗热闹，要靠每一包都过硬。小满姐，300包啊，咱们真能做出来吗？能做是能做，但不能乱来。米粉、酸笋、汤料、辣油，每一项都得快算清。算钱重要，味道更重要，后面再想立起来就难。所以今天不只是做订单，还要定规矩。定啥规矩？检测合格才能用。检测合格规矩，每口缸要有批次，每包粉要能查来源，谁负责哪一段必须写清楚。这个对。还有味道，三叔负责，阿良负责批次记录、订单和包装。那咱们算不算真干起来了？算。那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散着干，散着干迟早乱。所以今晚开村民会。开会。成立柳湾螺蛳粉合作社。小满，这一步可不小。我知道，但只靠5口缸救不了柳湾村。200包真卖完了。阿良发的照片，听说还接了300包订单。200包算啥？夜市图了新鲜，真做大了才知道水深。可人家是真给钱了。给钱？300包小单，能养活全村吗？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谁家还有酸笋米粉，我照收。虽然价不高，但现钱。现钱确实稳。跟着林小满做合作社，听着热闹，真到赔钱时，你们找谁哭？他昨晚不是卖出去了？卖出去1次就能封神，他一个刚回来的丫头还想定全村规矩，他凭什么？你们记着，柳湾村的货最后还得从我手里出去。小满，今天会是你提的，你先说。今晚这一件事，柳湾村要不要成立自己的螺蛳粉合作社？合作社是啥意思？是不是以后酸存都要交给你？不是交给我，是大家按份入股，按规矩生产，按利润分红。谁说了算？重大事情开会投票，日常生产按岗位负责。酸发酵有发酵组，米粉加工有米粉组，汤料调味有汤料组，包装像饭锅，还有限成本。我们会把所有的规则都写进合作社章程里，大家一起监督。
笑啥？200包卖完是因为东西干净，账也清楚。以后要是乱来，谁都别想分红。我也说一句，我以前不同意满完折腾，因为我怕老味道坏了。可这几天我看见了，他董不是乱来的，我也把董标准老守前面。合作社要是成立，味道不能乱，卫生不能乱，账不能乱，谁乱来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支持成立合作社。昨晚我亲眼看见城里年轻人排队买咱们的粉，咱们柳湾味儿不比别人差。我也支持。以前我怕赔，是因为看不见账，现在账摆在这儿，我看不了几个钱。散卖酸笋，装个扯粉才有活路。那我要是只有笋没有机器，也能入吗？能，原料入股，也可以出工，每天做多少活，按工分算。那我会晒米粉，能进米粉组吗？能，但要按新标准来，晒几小时，含水多少都得记。说的真好，大学生会讲，三叔会撑场，嫂子会算账。可我就问一句，周末300包以后呢？你们以为夜市卖了200包就能自己当老板了？渠道、仓储、退货、投诉，哪一样你们扛得住？这倒也是啊。跟我合作不用你们担风险，酸刺米粉我照收，钱当天给。跟他合作社规矩一堆，万一卖不出去，你们找谁要钱？林小满，你说的好听，你敢保证以后每批都卖完？不敢。听见没？他自己都不敢。我不敢保证每批卖完，但我敢保证3件事：第一，不合格的不卖；第二，账目公开，赚多少亏多少，大伙儿都看得见；第三，品牌握在柳湾村自己手里，我们可以找渠道合作，但不再被人低价牵着走。你这是铁了心要绕开我？不是绕开你，是柳湾村以后不只剩你一个选择。行，你们谁签他这个合作社，以后家里的酸刺米粉别想再卖给我。35小作坊，我们不是35，你看报告贴着呢，手套也戴着呢。嫂子你好认真啊，那我再带2包给室友。带可以，别放太久，回去按说明煮。哟，还挺热闹。黄老板，你来干啥？我来看看大学生的生意，别卖得太开心。夜市试吃和长期供货可是2回事。所以今晚只验证第一件事：年轻人愿不愿意花钱买柳湾味？经典3包，清爽2包，收款2包到账。小林，别以为卖出200包就能绕开老渠道，以后你要做大还是得找我。可以合作，但不能压价。哼，你还想跟我谈条件？小满姐，咱们真有合作社了。别光高兴，明天300包要赶出来，少1包都不行。黄德贵不会就这么算了？我知道。他还能干啥？压原料、卡包装、抢渠道、散闲话，能做的他都会做。那咋办？所以我们不能只靠夜市，明天开始找第2个摊位、第2个渠道，包装袋也不能只找一家。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。对，柳湾村更不能再把命门交到一个人手里。柳湾螺蛳粉合作社第3条，品牌归柳湾村集体所有。规矩立起来，味道才站得住。明天开始，柳湾粉按新规矩做。规矩立住，路才能走远。不对，包装袋不够，还剩多少？经典红标120，清爽绿标80，加起来才200包。朱姐要300包，少100咋交？昨天不是说包装厂今天一早送？马老板，我们订的150套包装袋，今天几点能送到？哎呀，小林啊，真不好意思，厂里机器出了点小问题，今天怕是送不了。昨天你确认过，今天上午一定送。再说你们才100多套小单，厂里大客户排得满，我也难办。小山就不是山，我们定金都给了。定金可以退，你们要是急就先用普通袋子装呗。不行，普通袋子有批次没有标签，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标准。小林啊，做生意别太死板。还有，你们是不是得罪人了？昨天晚上有人特意来问你们的包装。谁问的？这个我就不好说了。总之，今天真送不了。肯定是黄德岗，他卡咱们包装。完了完了，周姐那边300包交不上就是失信，第一笔大单就砸了。小满，不能乱，越急越不能坏规矩。包装不够就不硬装，先分2步。第一，现有200包按标准做完。第二，我去县食品产园找合规包装线。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也得抢时间。嫂子阿良跟我走，家里先做200包。好，味道我守着，卫生和账我守着。走。黄老板，啥事儿这么高兴？
没啥，就是有些人啊，刚学会走路就想跑。你说小满他们300包订单，听着挺威风，可包装断了，物流卡了，送不出去。再好的粉也只是一堆散货。包装断了，真断了？我也是听说，你们别问我。那周姐的订单咋办？咋办？赔礼道歉呗。年轻人吃点亏，才知道老渠道不是摆设。我早说过，柳湾村的货最后还得从我手里出去，他林小满绕不开。检测合格，批次记录也有。你们这个小合作社基础做的还算扎实。韩主任，我们现在缺合规包装线，今天要补100包，明早必须送到夜市。主任，您帮忙，我们第一笔大单不能砸。我能帮你们对接产业院生产线，但有几条要求。您说，第一，所有原料必须刑处生产日期、配料、保存方式。第三，不能为了赶单降低卫生标准。可以。第四，今天只补100包，不许超量。你们还没稳定产能，不能乱接大单。我同意。我们宁可少卖，也不乱卖。填表，我给你们开临时试生产窗口。小满姐，有救了！不是有救，是规矩救了我们。手套换新，标签先核对，封口后抽查3包。我手都不敢乱动了。紧张没事，别乱，每包都按流程来。小满姐，这一贴上，真像正规货了。不是像，我们本来就要做正规货。记住这句话，小品牌想走远，不能靠侥幸。合格，可以出园。哎呀，这100包比搬一车笋还累，累也值。以后柳湾村要有自己的标准小包装间，你们先把这批做好，真稳定了，产业园可以帮你们申请小微食品车间辅导。谢谢韩主任，我们一定把第一批交好。标准不只是规矩，也是柳湾村以后能走出去的路。这就是昨晚夜市卖火的柳湾粉。对，300包，明早送周姐摊位。我可以送，但我有话先说，食品件要防压、防晒，单子要写清楚。都写好了，每箱数量、口味、收批人电话、送达时间。准备挺细。行，这单我接。轻拿轻放，箱子压坏了，包装破了，客户不要的。嫂子放心，我拿它当鸡蛋运。路上饿了煮着吃，别说柳湾村不懂人情。那我可不客气。小满姐，咱们赶上了！哎呦，我腿都软了。这一关算过了一半。明天周姐签收，才算全过。300包，1包不少，包装比上次还正规，每包都查过，坏1包我们自己都不答应。行，周末摊位继续给你们留。谢谢周姐，后续我们按稳定产能供货，不乱接单。就冲你这句，我愿意继续卖。哟，还真让你们送到了。黄老板，来看货啊！别得意，包装这次让你们补上了，下次呢，渠道、物流、原料每一步都能出问题。所以我谢谢你。谢我？要不是这次断供，我们不会这么快接上产业园包装线，也不会认识小吴这样的稳定配送。你想卡我们一道门，我们就多开一扇门。你卡得越早，我们补得越快。林小满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我没把自己当回事，
我把柳湾村的牌子当回事。哼！签收了，300包，1包不少。这才是合作社第一场硬仗。小满姐，周姐又追加了200包，还有2个露营基地也想试卖。别乱接，产能多少就接多少。上次差点被包装坑死，你忘了？嫂子说的对，今天只确认500包以内的订单。做吃的宁可少卖，不能乱卖。我买的是柳湾粉，怎么煮出来一股怪味？酸笋软塌塌的，汤也发苦。这不是咱们的包装，谁这么缺德？这不是害人吗？假货！先别急，阿良，联系小雅，让她保留包装和购买记录。嫂子，查我们昨天出货批次。三叔，今天所有货先暂停外发。暂停？那订单咋办？招牌比订单重要，先查清楚。没查清前，1包都别出门。小雅，你先别扔包装，购买记录也留着，我们要查清楚，这包不是我们出的。柳湾粉可以被人挑剔口味，不能替假货背包。小林，这事儿必须快处理，客人认的是柳湾2个字，不会先分真假。我明白，小雅，谢谢你愿意见我们。我不是找事儿，我之前买过你们家的粉，味道挺好。昨天这包一煮，我就觉得不对。这包装仿得太像了，不一样。我们的正品有批次号、生产期、配料表、检测标识，这个没有完整批次，封口也粗糙。还真是，正品这个标签清楚多了，假货图案糊。我是从一个零食摊买的，那人说是柳湾合作社特价试卖，我们没有特价散货，也不会卖没有批次的产品。我可以帮你发夜市摊主群，先提醒大家别拿来路不明的货。谢谢周姐。阿良，拍照取证。小雅，购买记录发我一份。小满姐，这事儿不能忍，不靠吵，靠证据。假货想砸柳湾子里，就先把证据摆到所有人眼前。黄老板，这也是柳湾粉，我朋友那边拿的，便宜。你们合作社不是卖的贵吗？这个价格低1半。可这包装咋和小满他们的不太一样？年轻人搞包装，一批一个样，你们懂啥？黄德贵，这假货是不是你弄来的？阿良，说话要讲证据，你别血口喷人。包装都仿成这样了，还说没关系？市场上谁卖货关我什么事？你们柳湾粉火了，别人跟着做，不正常吗？阿良，别冲动。阿良，别碰他，他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。林小满，别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扣，你们自己牌子管不好，怪谁？所以更要让他在证据面前说话。管不好就现在管。购买记录、实物包装、现场照片，你们合作社出货唐账都有。我们所有正品都有批次号，假货没有对应记录。我们每包都记了，谁领料、谁包装、谁出货，全在这儿。他们卖坏货，还挂柳湾的名，这是砸我们饭碗。证据留好，假冒食品必须依法处理。那现在能查吗？能，先查夜市零食摊，再查货源。你们合作社也要马上做防伪和公开说明。我已经准备了3件事，从下一批开始，每包贴溯源码。扫码能看到批次、生产日期、酸笋缸号和销售渠道。溯源码要钱吧？要，但这钱不能省。对，招牌比这点钱重。那就贴，别的能省，这个不能省。方向对，先把正品识别说明发出去，别让假货继续混。我可以配合。假货确实不对味，别让别人再买错了。想砸柳湾的埋子，先过证据这一关。动作够快，昨天出事，今天补上防伪，这才像做品牌。错可以改，漏洞必须堵。哇，这个还能看到酸笋是哪口缸出来的，透明度挺高。
这样买着安心。让顾客看得见，柳湾粉才站得稳。我昨天买到假货了，大家看清楚，正品有这个码，扫不出来别买。小雅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好吃的东西就该把假货打下去。买之前先扫，扫不出来的不是我们柳湾粉。你们处理得很快，后续查处结果出来会通知你们。谢谢陈姐，我们也会继续完善校账。本来只想买1包，看到能溯源，多拿2包。拿回去别乱煮，按说明来，酸笋包最后放味儿才正。招牌不是喊出来的，是一包一包守出来的。小满姐，假货没把咱们打下去，还帮咱们把溯源打出来了。别乱说，假货是坏事，咱们是补得快。招牌被人碰了一下，才知道得护得更严。这东西好，以后游客来村里也能看到每包粉从哪儿来。游客？镇上准备推乡村美食周，你们柳湾粉现在有热度，可以试试做开放日。开放日就是要让大家看看我们柳湾村的实力，让城里人来村里吃现煮粉，还能卖伴手礼，酸笋包、米粉包、辣油都能卖，也能让他们看看柳湾味儿不是凭空来的。那下一步就办柳湾螺蛳粉开放日，让他们来村里看看。我先算成本，桌椅试吃、包装、人工都得算。我来煮第1锅粉。柳湾村不能只把粉卖出去，还要把人请进来。小满姐，村口都布置好了，试吃碗300个，筷子300双，伴手礼200份，谁拿走1包都得扫码记账。第1锅汤已经熬上了，今天人再多，味儿不能乱。味道三叔手，账嫂子手，接待阿良管，我带游客看发酵房和溯源。事情做到这一步不容易，今天别慌，稳稳当当办好。以前谁能想到，咱们这酸笋味儿还能把城里人引来？我昨晚把米粉晒到半夜，就怕今天不够看。开门迎客。这是1号缸，第一批夜市试卖的酸笋就从这里取样。这酸笋真是从这口缸里出来的？对，扫码能看到批次、检测日期、生产记录和销售渠道。真的能看到，连哪天取样都写了。这比单纯买1包粉有意思多了。这些缸终于不是笑话了。大家拍照可以，别碰缸口，酸笋还在发酵，卫生第一。放心，我们听安排。柳湾村的规矩被外人看见了，也被外人尊重了。哇，好，比夜市还热闹。今天我必须吃现场版。第1碗给你，要不是你提醒假货，我们补不上溯源这一关。那我可认真评价。现场版更香，酸笋脆，汤也厚。这比在夜市吃还香，现场煮就是不一样。伴手礼扫码再拿，经典老味红标，清爽款绿标，别拿错。想看酸笋缸的往左，买伴手礼的往右，试吃排队别急。小满，今天这锅没丢柳湾的脸。三叔，是您把老魏守住了。少说好听的，汤快见底了，再添1锅。今天现场伴手礼卖出186份，周姐追加300包，露营基地确认下周试单200包。这一天比我以前卖酸笋1个月都强。我晒的米粉也算进账了。算，你今天晒粉、装粉、接待游客全有工分。你们这套酱账继续保持，产品、人员、销售、溯源都要留痕。
会继续完善。小满啊，我们村也有酸豆角和老辣椒酱，以前都是散卖，你们这个办法能不能带带我们？小满姐，邻村也想跟咱们学。带可以，账得算清，标准也得讲清。味道是根，标准是路，少一样都不行。可以交流，但不能照搬。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味道，先做检测，做小样，再试卖。行，我们听规矩。这就对了，不是一村独好，是大家都把地方味道做好。柳湾粉走出去以后，柳湾的办法也要稳稳的走出去。你又来干啥？我来谈合作。以前是我看低你们了，柳湾粉现在有市场，我手里也有几个稳定小店渠道。你们要是愿意，我可以按合作社价格拿货。现在知道来合作了，之前卡包装假货那事儿，你敢说没掺和？假货的事儿，监管那边在查，我该配合的会配合。今天我只谈正规合作。正规合作可以，压价不行，独占不行，账不清不行。坏柳湾牌子的事儿更不行。林小满，你说条件。第一，按合作社公开批发价；第二，不得冒用柳湾品牌；第三，所有销售渠道登记；第四，发现假货必须配合举报。这条件太硬。柳湾村的规矩就是。行，我按规矩来。合作不是原谅，是把人放进规矩里。那先登记，店名、数量、价格、付款方式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规矩立住了，合作才不是退让。分红表都在这儿，谁加多少公分，多少入股，多少分红自己看。有不明白来问我。我家笋也能分这么多？我晒粉的钱比以前多了1倍。小满姐，周姐那边的货装好了，露营基地的也装好了，老周村的酸豆角样品下午自检。麻烦你们了，我们村也想把老味道做正规。先检测，再小样，再试卖，一步一步来。小满，当初那武冈酸村幸好没倒。不是幸好没倒，是柳湾村本来就有好东西，只是以前卖得太急，卖得太便宜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柳湾村有自己的牌子，也有自己的规矩。别光站着感慨，下一批订单下午就要备货，谁迟到扣工分。收到。走，熬汤。一碗粉不只是生意，它能让老手艺有新标准，也能让柳湾村有新饭碗。小满姐，周姐那边的货装好了，露营基地的也装好了，老周村的酸豆角样品下午自检。麻烦你们了，我们村也想把老味道做正规。先检测，再小样，再试卖，一步一步来。别光站着感慨，下一批订单下午就要配货，谁迟到扣工分。收到。走，熬汤。一碗粉不只是生意，老手艺有了高标准，村里人也真正端稳了新饭碗。